蓝忘机看着眼前嬉皮笑脸的人，面无表情问：为何不佩剑？魏无羡没骨头一般往他身上一靠：我累，蓝湛你带我。这人吃饭睡觉洗脸沐浴都是蓝忘机亲力亲为，虽是费了许多心力制作满月礼，到底也不至于累得连剑都御不起来，多半是懒的。蓝忘机叹了口气，将人揽腰抱上碧晨，手中剑诀一捏，腾空而去。阴虎符和温情一之都事关重大，蓝忘机日前便飞书告知于蓝曦臣，望他和各位长老先行商讨，早做打算。阴虎符的销毁自是势在必行，可是否要收下这群温氏余孽，并免不了几番争执。碧晨剑身宽厚极稳，承载两个人的重量绰绰有余，还能容得下魏无羡对蓝忘机的百般骚扰，同时保持着速度飞快去往云深不知处。几个时辰后，二人便落在了山门口。蓝曦臣已经带着几个弟子候着了，见魏无羡被蓝忘机搂着腰跳下碧晨，神色一烈，随即嘴角的笑意愈发浓郁了些。忘机，魏公子。蓝忘机将碧晨收入鞘中，拱手欠身一礼：兄长。魏无羡笑嘻嘻行过礼，摸了摸鼻子，眼神飘忽，不敢直视蓝曦臣热切的目光。想起方才被他看见自己与蓝忘机那般亲密的举动，更是忍不住咳了几声，立刻惹来蓝忘机关切的眼神。蓝曦臣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：魏公子所言，我已告知于叔父与长老。魏公子愿主动销毁阴虎符，我姑苏蓝氏自当鼎力相助。魏无羡急忙又是拱手一礼，小心翼翼试探道：多谢泽吾君，那不知温情一之？仍在商讨。蓝曦臣顿了顿，继续道：此事干系重大，我们仍在与长老们僵持。三人沿着石梯而上，径直往雅室而去。未至门前，屋内已隐隐传来断断续续的争论。蓝氏家规有言，不可大声喧哗，有此番场面也着实难得。如今仙门百家对温家的态度可见一斑，贸然纳入我蓝家实属不妥。姓温并非原罪，可温家日前太过肆意妄为，即使温情一脉并未参与其中，百家也不会轻易放过。蓝氏之人并非不明事理，对仙门百家这种是非不辨、喊打喊杀的行为也颇为不耻与无奈，却也无法视蓝氏的利益如无物，将蓝氏置于风尖浪口。魏无羡摸清情况后笑了笑，与身旁两人推门而入，堂内顿时一静。魏某见过各位长老。魏无羡恭恭敬敬弯腰一礼，随即继续道：方才听其所言，如若有办法在蓝氏接纳温情一脉的同时，不让蓝氏成为众矢之的，各位便能允下魏某这个请求。蓝启仁见到他就是一声冷哼，吹胡子瞪眼看着他和自家乖侄站在一起，到底是没说什么。一长老摸着胡子道：尚待商榷。蓝忘机上前一步，正欲开口，被魏无羡摇摇头拦了下来。温情一脉世代行医，从未参与过温若寒的任何暴行。射日之争期间，更是游走在各处战场，为各家修士疗伤治病。他们手上没有沾上过一条人命，也不该为温若寒的罪行承担后果。穷其道之事，真相如何，各位心里都清楚。今世狼子野心，背地里效仿温氏之烙铁，苛待滥杀俘虏。我招温宁为凶师，杀纳监工，不过杀人偿命天经地义，只因为姓温，他们便不被当作人看，没人记得他们或许曾经救过他们。满是缄默。身为仙门世家，惩恶扬善本是理所应当的责任，不知何时却也因深陷利益之争而被蒙蔽双眼，不辨是非，亦或是能辨却不敢辨。而魏无羡却将这残忍的事实血淋淋地揭开，奋不顾身将人救走，带上乱葬岗。他是孤傲的英雄，映衬出世人丑陋的面孔，所以他被孤立，被诋毁，为世人所不容，所以他活该孑然一身。蓝忘机冷声道：变道而不为，有违家风。犹如钉紧木板的最后一根钉子。坐下终是一阵叹息，点了点头。那不知魏公子有何妙计？此事算是没跑了。魏无羡深深吐了口气，下意识朝蓝忘机看了一眼，
得到一个鼓励和安抚的眼神，嘴角弯了弯，继续道：“办法吗？让仙门百家都以为他们死了就行了。对外我们就说销毁阴虎符，却意外造成乱葬岗异动，再搞个万鬼噬咬而死的假象就完了。”于此，蓝氏接纳温情一脉的事情就这样拍板定了下来。如何安顿他们，就不用魏无羡操心了，剩下的蓝忘机会处理好。这就把温情给卖了出去，不知他知道这件事之后会不会拿针扎死他。蓝忘机却惦记着他说处理好这件事就走的那句话，跟在他后面亦步亦趋走着，想开口问，却只是抿紧了唇，默不作声。蓝曦臣见状了然，笑了笑道：“有关那一半阴虎符的销毁，等安排妥当后，我们便告知魏公子。这期间便请魏公子在云深不知处做客几日。”魏无羡正苦恼如何跟温情交代，突然被叫，猛了一瞬，啊了一声，回头就看见蓝忘机那张冰冻3尺一般紧绷着的脸。魏无羡有些莫名其妙，仍是笑着应了下来：“哦，行，没问题啊，那就麻烦泽无君了。”下一瞬，他看到蓝忘机冰冷的神色缓和了下来。魏无羡蓦地福至心灵一般，促狭笑了笑，心里那股子浪劲儿作弄上来，心一宽便嘴没上锁，无法无天，挑眉道：“住是得住下来，就不劳泽无君另行为我收拾客房了，我跟蓝湛挤一挤就行。反正在乱葬岗上都睡了好几天了。”他朝蓝忘机眨了眨眼，果不其然，逗得那人别过脸去避开目光。蓝曦臣脸上的笑容僵了僵，见自家弟弟一点意见没有就算了，连句羞恼的话都不说，顿感难以置信，心下不由得对这两人在乱葬岗相处的这几日好奇不已。魏无羡凑到蓝忘机跟前，眸子里闪着狡黠的笑意：“蓝湛，行不行呗？”语气里满是恃宠而骄的调戏。蓝忘机顿了顿，艰涩开口：“魏婴，你不是说要走？”魏无羡仅存的一丝正经也荡然无存，差点打了个滚拍地而笑，抖着手从怀里掏出一只木盒，打开一看，里面装着一只精致的9瓣银铃，正是给金陵的那一只。蓝忘机的眸子顿时亮了起来：“蓝湛啊蓝湛，我不过说说而已，你怎么还当真了？如今我连给金陵的满月礼都带了过来，你莫不是还要我回乱葬岗？”蓝曦臣觉得自己不应该在这里站着了。云深不知处，竟是室内陈设甚简，折屏上工笔绘制的流云缓缓浮动变幻，一张琴桌横于屏前，角落的3足香几上，一尊镂空白玉香鼎吐露袅袅青烟，满室都是凌凌的檀香之气。这股子熟悉的檀香忽地染上几缕若有若无的辛辣，魏无羡鼻尖动了动，睁开眼从床榻上坐了起来。几乎是同时有细微的吱呀声响起，他侧过脸看去，正瞧见蓝忘机提着个食盒走近。蓝忘机见他已醒，脚步顿了顿：“醒了便过来用膳。”魏无羡和蓝氏那群长老敲定了温情一脉的去留，没皮没脸跟着蓝忘机去了净室后倒床就睡，完全没把自己当客人，打着小呼噜一觉睡到了虚时。他眨了眨眼，打了个滚从床上翻了下来，脚沾地时眼前一花，一个踉踉差点原地表演平地摔，换来蓝忘机一个责怪的眼神。他搔了搔头发，咧着嘴打哈哈，几步窜到案前坐下。那张平日里只放忘机琴的矮桌上，此刻摆满了白胖胖的盘子，没了食盒的掩盖，那几盘火红的辛辣扑鼻而来，闻得魏无羡食指大动，抓起一旁的玉柱，夹起一大块鸡肉往嘴里塞。下了嘴，魏无羡才意识到不对，敲着脑袋思索片刻，一拍大腿：“蓝湛，你去山下采邑镇那家湘菜馆给我待的，我太感动了，蓝湛你真好。”蓝忘机拿着本书端坐在一旁，闻言抿了抿唇，不承认也没否认，只淡淡道：“实不言。”魏无羡撇了撇嘴：“怎地到了云深不知处，又是这副小古板的模样？”这人在伏魔洞那几日，顿顿由着自己吃饭时，在他面前叽叽喳喳，也不曾要自己闭嘴，如今突然这般，也不知是闹的哪样。魏无羡将手里的米饭戳出朵花来，
闷声不响，老实吃饭。那人却又主动开口，可还合口？没有回答。蓝忘机拿着书的手指捏紧了几分，微微侧眸看向魏无羡，只见他捧着碗吃的摇头晃脑，对他的话置若罔闻。